周一，英国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宣布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外交部周五一早就发出公告，对英方9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中方正告英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中方将做出进一步坚决反应。外界注意到，这次被中方制裁的9人多为英国保守党成员和所谓的人权律师，他们在炮制涉疆谎言和阴谋论上都有着怎样的劣迹？来看报道。外交部网站在周五发布的消息中指出，中方决定对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英方9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包括图根哈特、邓肯·史密斯、奥布莱恩、奥尔顿、劳顿、加尼、肯尼迪、尼斯、芬利以及中国研究小组、保守党人权委员会、维吾尔独立法庭、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自即日起，禁止有关人员及其直系家属入境，包括香港、澳门，冻结其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其交易。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外交部发言人还表示，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正告英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中方将做出进一步坚决的反应。我们制裁的措施也非常的精准，直接到他们的个人，到他们相应的危害了中英关系的这种机构，精准的进行了制裁。因为英方呢在中国有非常密切的一些利益，包括甚至于像在香港，那么都进行精准的限制和制裁。应该说，这要让英国方面相关的人员和机构要付出严重的代价，从而让他们知道，那么破坏了中英关系，他们自己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的。外界注意到，这次被中方制裁的英方9名人员中有4位议员，他们都是一份所谓的种族灭绝修正案的始作俑者。据英国独立报透露，今年年初起，英国议会的一份关于国际贸易的法案被保守党议员恶意塞入关于所谓种族灭绝的修正案。这份修正案最初由上议院议员奥尔顿提出，因此被称为奥尔顿修正案或所谓种族灭绝修正案。修正案一旦通过，相关的国际贸易法案将允许所谓的种族灭绝幸存者请求英国高等法院裁定英国的贸易对象是否存在种族灭绝行为。尽管法案并没有明确对象，但卫报称这是针对中国新疆问题制定。而在上议院的辩论期间，修正案的支持者就反复渲染涉疆人权问题。值得指出的是，英国政府明确反对这一修正案。外长拉布称，英国政府永远不会与种族灭绝国家达成贸易协议，但这个问题最好由国际法庭来解决。更新过的修正案由中方此次制裁名单上的奥尔顿、加尼、邓肯、史密斯、劳顿4人提出，但在周一晚，在英国政府的坚持反对下，下院以318对300票再次将这份修正案否决。事后，保守党后座议员加尼大言不惭地发推称，差18票，修正案没通过。但我们争取到了对相关中国官员的制裁，确保建立一个委员会评估情况。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期在英国议会推动反华涉疆修正案的这4人与一个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高度重合。去年6月，来自美、英、德等8国的部分议员组建了一个所谓的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寻求抗衡他们宣称的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全球贸易安全构成的威胁。这个草台班子的美国议员代表正是已经被中方制裁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反华急先锋卢比奥。不久前，这个反华组织还曾发起支援澳大利亚12月买澳产葡萄酒的活动，来为澳大利亚对抗中国壮胆。这次被中国制裁的英方9名人员中有5人在 IPEC 组织内，包括作为 IPEC 联合主席的邓肯·史密斯，以及奥尔顿、加尼、劳顿，以及国际律师会人权研究所主任肯尼迪。那么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从个人的经历来看，长期在议会里边，那么就是一种反华的一些跳梁小丑，甚至于还联合西方的一些所谓的议员，共同来对中国去发声。所以这些议员呢，习惯性的就是一种长期的反华的这么一种色彩，那么代表一种西方对中国的一种偏见，甚至于是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这么一种狭隘的自私的利益。所以像这些人，我想对于中国来看，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公开的直接的指责，让他们的这种丑恶的嘴脸暴露在中国人的面前，也暴露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另外几名被制裁的英方人员也是持续散播涉疆谎言，例如纽卡斯尔大学所谓中国研究者芬利常年编造有关涉疆假材料。还有一位被制裁的人权律师尼斯曾为乱港头目梁天琦写信求情，他是此次被制裁实体维吾尔独立法庭的主席，也是号称关注香港发展的人权组织的乱港外国势力香港监察的赞助人。
另一位被中方制裁的人员图根哈特，则是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保守党议员。去年4月，图根哈特就曾对中国应对疫情极尽抹黑之能事，诬称中国故意伪造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图根哈特去年4月还在议会专门成立一个由50人组成的所谓中国研究小组，声称要对中国应对疫情、长期经济和外交目标进行审视，目的是探索与中国接触的机会，而非反华。但实际上，该小组一直在“一带一路”、华为、中国香港和新疆问题上挑事儿，大行反华之实。去年7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访问英国时，就打破外交常规，在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会晤前，先去见了中国研究小组的一帮人。今年1月，图根哈特作为该小组创始人，更大肆在涉疆、涉藏、涉港问题上向中国泼脏水。果不其然，这个大肆编造谎言、抹黑中国的中国研究小组，成为中国此次制裁英方的4个实体之一。实际上，这些小组的功能就是为了向中国挑刺啊，对中国内部的一些问题，对中国可以进行干涉的一些问题呢，他们不断的来拿着放大镜啊，那么来鸡蛋里面挑骨头啊，以这种方式呢，好像从中国里面找出对他们所谓有利的，甚至也可以让他们来批评中国的一些证据。所以他们呢建立这个小组，目的就是为了反华。此外，此次被制裁的维吾尔独立法庭去年9月在英国成立，目的是调查所谓的新疆种族灭绝是否存在。这一所谓法庭由7名成员组成，他们做的就是搜集大量流亡国外的维吾尔人的所谓证词。法庭原定今年举办多场听证会，预计年底作出判决。该法庭的主席就是同在制裁名单上的尼斯，而这个所谓独立法庭的调查资金则来自臭名昭著的境外活跃的疆独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WC， 而 WC 也与境外恐怖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非常荒唐的行动啊！所谓的要建立所谓的新疆问题的这个法庭，这实际上我们知道，过去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在殖民主义的这个统治问题上，实际上劣迹斑斑。那么显然他们是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政治意图。那么一方面要掩盖他们过去历史的罪行，同时呢为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服务。就对中国来看，我们可以在各种国际场合，包括在联合国的人权的这个组织机构当中，对过去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所犯下的这些人权问题上的这种罪行，以及他们现在所存在的一些严重的人权问题，我们要给予揭露，以这种方式把他们这种虚伪的这种谎言的面纱把它揭开。另一被制裁的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于2005年由时任影子外交大臣加里斯泰勒成立。多年来，该组织持续输出所谓中国人权危机的文章，在被制裁后，他们还在推特上叫嚣感到荣幸。还有一家名为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的组织也出现在制裁名单上。今年2月，该事务所发布涉疆报告，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犯罪的国际刑事责任。报告中充斥着谎言与虚假信息。但不久之后，英国广播公司就以这份报告为素材，继续编造假新闻。他们这些机构呢，实际上是代表了西方国家自私的国家利益和一些大资本家背后的利益。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么一种制裁的方式，也让这些机构、让这些企业、让这些国家要遭受损失，让他们要付出代价。深圳卫视注意到，本周一，英方宣布对中国新疆4名官员和1个实体实施单边制裁，而中方此次反制是对英方9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应该说，我们对他们制裁的名单超过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所以我们的力度是非常强有力的。我们要起一种警示的作用，以后可能西方国家还会有一些对中国的这种行为，可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的话，他们就要认真的思考和掂量。另据天山网报道，周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王军正，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明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海伦，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陈民国就美英等国实施制裁、限制进入相关国家并冻结资产一事作出回应。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即本人完全没有任何兴趣去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在这些地方也没有任何资产。所谓制裁不过是自取其辱，废纸一张，也必将遭到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唾弃。他们还正告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赶快停止令人作呕的丑陋闹剧，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的坚定意志。在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问题上，我们不会做任何妥协退让。